海玲向战印道谢。战印说道：“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。”他还怕大姨姐不接受他的帮助呢。好在海玲心急着搬租房，接受了战印的帮忙。有妹夫的安排和帮助，在战印离开公司去陪陆东明喝酒的时候，那海玲也迅速地搬了租房。他的新住处除了战印夫妻俩知道，连商太太都没有告知。某家酒店的一间雅房里，桌子上摆满了陆东明点的菜，他还叫了好几瓶烈酒啊。此刻战印和苏南坐在他的身边，看着他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。东明，吃点菜吧。战印给陆东明加了点菜，可能是觉得自己选择了站在大姨姐那边，有点对不起好友吧。他不是不想帮陆东明，是他的大姨姐压根儿就不爱陆东明，而且陆太太呢，一副死也不同意的样子。战印只得尊重大姨姐的选择。东明，也喝碗汤吧，你一来就不停地喝酒，空腹喝酒很容易醉的，你也别喝太多，万一酒精中毒了，我和战印都得为你负责呢。苏南边给陆东明盛碗汤，边劝着陆东明少喝2杯。我心里烦。陆东明拿起筷子，夹了碗里的菜吃，那是战印帮他夹的菜。吃了2口菜，他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那么烈的酒，他却像喝白开水一样。放下酒杯，他又要给自己满酒，战印阻止了他。东明，别再喝了，你已经喝了好几杯。这种酒喝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后劲很强的，你很快就会醉。战印，我羡慕你啊。陆东明拍着战印的肩膀，真的好羡慕你。也羡慕苏南，你们都比我好呀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，对他说道：东明，我姐她不想和你发展下去，她现在是真的没有再嫁之心。你放弃吧，这样下去，痛苦的人是你。苏南也劝着。是呀，我看海玲姐是真的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你的追求带给她很大的困扰。阿姨又不同意，你最重要的家人都不看好，你放弃吧。陆东明看看战印，又看看苏南，说道：我追求海玲的时间才多久？要是有10年8年了，海玲还是不接受我，你们劝我放弃还说得过去，我这才刚开始，你们就劝我放弃。是，我知道我走这条路很难走，但不管有多难，我都要走下去。我妈那里早晚会妥协的，海玲那里我相信水滴石穿，总有一天海玲也会接受我的。战印看着他，心虚得很。陆东明拉着2个好友唠唠叨叨了好久，直到他真的醉了，由苏南送他回家。战印要出席活动，活动结束后回到家里，战印拥着爱妻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语。怎么了？海童关心地问着。姐的新家安置了吗？由你安排的人去帮忙，已经安置好了。战印埋手于海童的脖子处，低哑地道：彤彤，我总觉得对不起东明，我想明天东明就会找到我。问我这件事的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回答他？陆总不是喝醉了吗？喝醉了，明天起来头都会痛，估计不会去找我姐吧。海童回搂着丈夫，知道丈夫难做人，早晚都会来找我的。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结局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有个结局，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了。海童不说话，就他身边的人呢，也就沈小军的爱情最顺利，无风无浪的呀，很快就步入了结婚的礼堂。小飞的爱情以及姐姐的第2春都是诸多阻碍，她倒算得上是幸运的，和战印有过矛盾，有过冷战，也闹过离婚，最终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及信任，到如今幸福美满，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啊。战印很快调整了心态，柔声说道：老婆，睡吧，别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。海童呢，嗯着，夫妻相拥而眠，一夜无话。那隔天中午，陆东明才清醒过来，睡的时间够长，他醒来后除了觉得肚子饿，并没有太明显的头痛。发现已经中午了，
他马上起来，洗了个澡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就下楼去。还在楼梯上，他就看到了他的父母都在1楼大厅的沙发上坐着。陆东明的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。听到脚步声响，陆太太扭头看到了在楼梯上的儿子。他说道：“东明，你醒了，饿了吧？可以吃饭了。”陆东明下楼走过来，在父母的对面坐下，淡冷地问着：“爸妈过来是想劝我放弃的吗？”“哦，如果是这样，你们不用开口了。我不会放弃海玲的，我就是喜欢她，就是想娶她。”陆太太本想好好的和儿子聊聊的，可是儿子一开口就是让她生气的话，她的脸色呢也是瞬间就黑沉的。陆东明，我也是那句话，你想和海玲在一起，先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你不再是我的儿子后，你想娶谁就娶谁。老婆。陆先生不赞成地叫了妻子一声。陆东明与母亲对视良久，猛地站起来，扭身就走。陆东明，你去哪里呀？又去找海玲是吧？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还要厚着脸皮贴过去，你给我回来！儿子一言不发，直接走人，气得陆太太也跟着起身追出去。看到陆东明从车库里开了一辆车出来，陆太太想去拦车，被丈夫拉住了。陆东明开着车出了别墅，就陆太太也马上跑向自己的车子，那陆先生无奈只得跟随。然后就是陆东明的车子在前面跑得飞快，那陆太太想拦着儿子，不让儿子再去见海玲，也是死命的追赶啊。2辆车一前一后出了别墅区，很快就融入了外面大公路的车流之中。陆东明车速依旧很快，他不停地超着其他车辆，主要是想甩掉母亲。老婆，你慢点，别再追了，路上这么多车，很危险的，你这样追赶着儿子会出事的。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陆先生不停地劝着妻子不要和小儿子斗气了，他也不赞成儿子追求海玲，但是儿子就是喜欢海玲，况且儿子都36岁了，那难得有个喜欢的女人，他想要不就成全儿子吧。你闭嘴，别说话。陆太太话未说完，就迅速地打着双闪，然后紧急刹车，砰砰，接连2声巨响。不是陆太太追尾了前方车辆，是陆东明追尾了一辆大货车。跟着陆东明的那辆车子虽然紧急刹车，但还是追尾了陆东明的车子。陆太太刹车及时，才没有继续追尾。那陆太太停好了车后，马上解开了安全带，推开车门就下车。陆先生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刚才一直在试图劝说妻子不要再追赶着儿子。老婆，东明的车子追尾了。陆太太丢下一句话给丈夫，人就往前跑去。她越过了前面那辆轿车，那辆轿车追尾了陆东明的车子，车头破损，车上的人还没有动静，估计是吓傻了吧。那陆东明的车子就惨烈多了，那他的车子前半部分几乎都撞入了大货车底下，只留下后半部分在外面。那陆东明也受了伤，失去了意识。东明，陆太太看到儿子追尾的惨烈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站立不稳。陆先生连忙扶住他，他也是脸色煞白，但他是男人，比妻子稳得住一点。他赶紧打120叫急救车，随即又打电话报警。东明，陆太太挣开了丈夫的扶持，想去把儿子救出来。那陆先生呢也跟着去，但是呢2个人这样做只是徒劳无功。交警啊、消防救援以及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。救我儿子。那陆太太一见到医生就紧抓住医生的衣服，哭求着。医生安抚的道：我们会尽快尽力救治伤者的。陆先生把太太拉开，免得影响了大家对儿子的救治。陆太太哭倒在丈夫的怀里，她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要是儿子有个3长2短，她干嘛要阻拦儿子去找海玲呀？她要找谁就找谁呗，儿子都36岁了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她一把年纪，
本该在家里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，何必管着小儿子的事？东明的事向来都由不得他这个当妈的去管，他还非要去管。离婚女人又怎么了？只要儿子喜欢，只要儿子愿意结婚，就由着他去呗。他却像鬼上身一样，死活不同意。母子关系也随着他的阻拦变得恶劣，越是关系恶劣，他却越是愤怒，誓死要阻拦着儿子去追求海玲，甚至威胁儿子要追求海玲，就和他断绝母子关系。都是他的错，是他害了东明。陆先生也很害怕，很担心啊，此刻却只能揽着妻子的肩膀，不停地低声安慰着妻子。想到了什么，陆先生掏出手机，打电话给另外3个儿子，告诉那3个儿子，你们赶紧过来，东明出车祸了。他把事发地告诉了3个儿子。陆家那3位爷听说小弟出了车祸，马上丢开手里的工作，火速地赶到车祸现场。在他们赶到车祸现场时，陆东明呢已经被救出来，并紧急地送往医院抢救。那陆先生夫妻俩也跟着去了医院。陆家3位爷又打电话给父母，知道弟弟被送到了管城人民医院抢救。他们呢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管城人民医院。那不久后，战印也收到了消息，是苏南通知战印的。那苏家的消息最是灵通嘛。战印还在等着陆东明酒醒后来找他算账呢，因为他帮了大姨姐一回，给大姨姐安排了新的租房。陆东明每天都会去海玲的租房找他。战印算着时间，认为陆东明在中午就会醒来，然后去找大姨姐，就会发现海玲搬了家。结果战印等到的是陆东明出了车祸的消息。他在哪里出了车祸？他撞别人还是别人撞他？伤势如何啊？战印接到苏南的来电时，他刚好在去管城中学的路上，准备陪着爱妻共进午餐的。沈小军今天不能来书店，昨天下午守了一个下午的店。苏南心疼他累着了，事实上一点都不累。但宠妻的男人说，老婆累了，老婆就累了。那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让沈小军再出门。那在苏家已是国宝级别的沈小军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，时不时跟好友们视频聊聊天，抱怨刚怀孕就受到诸多限制，接下来的几个月怎么过呀？在凤凰别墅区附近的路段，是他追尾了一辆大货车，伤得很重，特别是他的双腿，不知道能否保住。苏南从苏少主那里获知这个消息时，手机都掉落在地上，不相信自己的铁哥们会遭遇不测。随即他就火速地赶往医院，同时也通知了战印，东明现在在哪间医院，我马上过去。苏南告诉了他。战印马上吩咐着司机不去管城中学了，去人民医院啊，快点啊，大少爷，要前方的红绿灯路口才能掉头。战印没说话，默许了在前方路口掉头。再心急也要遵守交通规则的。10几分钟后，战印赶到了医院。那陆东明还在急救室里抢救，他的父母、兄嫂以及陆氏家族的一些人都守在急救室门口，个个都神情紧张，满脸担心。那陆太太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她自责的要命。她不停地做着拜神的动作，祈祷着老天爷不要夺走她小儿子的生命，只要东明能活着，她保证以后都不再管东明的感情事了。她要娶个男人回家，她都接受了，她只要她的儿子活着。苏南也是这个时候到，他和战印遇上后，2个人一起快步而来。陆伯伯啊，伯母。战印和苏南先和陆先生夫妻俩打招呼，陆太太只顾着伤心自责，没有回应2个人的问好。陆先生点了点头。东明怎么样了？战印关心地问道。还在抢救，双腿的伤势最重。陆先生脸色也是苍白如纸，他是强撑着告诉自己现在不能倒下，儿子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。爸妈，东明会没事的，他不会有事的。
陆大哥安慰着父母，那其实他们也很担心，很害怕。陆家的3位少奶奶陪在婆婆身边，低声安慰。知道陆东明会出车祸的主要原因后，大家都想指责陆太太的，但是看到陆太太哭成了泪人，自责得很。在这个时候，谁都不愿意指责一个母亲了，最痛最悔的人非陆太太莫属。那另一边的海彤忙完后发觉丈夫还没有来，她打电话给战印，战印走到一边去接听电话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要过来陪我一起用餐吗？酒店那边已经把你点好的饭菜送过来了。战印犹豫了一下后，还是对老婆大人说了实话。彤彤，我不过去了哈，饭菜送到后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在医院，东明出了车祸。闻言，海彤脸色一变，连忙问道：怎么会出车祸的？是你和陆总一起的时候出的车祸吗？你们俩又去喝酒了？酒驾？战印忙解释，没有，我们今天没有喝酒，昨天喝了酒，我们都没有开车的，怎么回事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苏南通知我。我就马上来医院了。东明现在还在抢救中，说是双腿伤得最重，不知道能否保住双腿。说到最后，战印语气低沉，语速也变得缓慢，显得很难过。我现在也忙完了，关上店门，我也去医院。战印没有阻止妻子过来，他叮嘱着：你开车慢一点啊，我让保镖开车，你也别太担心。陆总急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海彤只能安慰着丈夫。战印嗯了一声，会没事的，他相信陆东明能挺过来。彤彤，你吃点东西后再过来。在担心好友的同时，战印也不忘提醒爱妻用过了饭再过来。来了医院就没有心情吃饭了。他饿着无所谓啊，不能让海彤跟着挨饿。好，有多少人在医院里守着？我给大家打包快餐过去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吃了就行，我让人出去买饭。战印有了安排，海彤也放心点。结束通话后，他以最快的速度呢，吃了一点饭菜呢，就赶紧把店门口的货架往店里搬。保镖发现他要关店门了，进来帮忙。数分钟后，海彤就坐上了车子，由保镖开着车送他去管城人民医院。在路上，他考虑了良久，最终还是打通了姐姐的手机。小姨，接电话的人是洋洋。洋洋，妈妈呢？叫妈妈听电话呀。小姨，你不是想我的吗？我想小姨了呢。小姨，我和妈妈搬了新房子，那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？我想和小姨还有妈妈一起住，像以前一样，每天都能看到小姨。是指海彤还住在姐姐家里的时候。洋洋记性好，多少都有点印象。洋洋，小姨现在有急事要跟妈妈说，你先把手机给妈妈。洋洋哦了一声，拿着手机走进厨房，对洗着碗筷的海玲说道：妈妈，小姨的电话。海玲接过了手机，开了免提后，边洗着碗边问妹妹：彤彤啊，什么事？姐，陆总出事了。闻言，海玲一愣，问道：他出什么事了？战印说他出了车祸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不知道，伤势很重，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，我正在去医院的路上。当初姐出事的时候，陆总也是跑上跑下帮了不少忙，就还在医院里守了姐一个晚上。我觉得这件事不能瞒着你，跟你说一声。去不去医院那是姐姐的决定了。海玲连碗都不洗了，就说道：我现在就去医院。与感情无关，她和陆东明也认识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陆东明一直对她诸多照顾，以前不熟的时候，他不小心刮花他的车，他看在战印的份上，那只让他赔了一点修车费。就他出事的时候，陆东明也在医院守护过他。冲着这些人情，海玲也要去医院等着陆东明醒来。姐，你决定去医院的话，我现在就拐道过去接上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开车过去。海彤叮嘱着，娜姐开车要小心点。
洋洋也带着去医院吗？带着吧，现在也找不到人帮他照顾着洋洋。干脆就带着洋洋一起去医院了吧。海玲很快就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抱起儿子就走，边走边对儿子说道：洋洋，我们现在得去医院一趟。哎呀，你陆叔叔出了车祸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陆叔叔怎么样了？陆叔叔不会有事的吧？洋洋听到陆东明出车祸，想到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血，他的小脸沙地变白。当初海玲出事时浑身是血的样子，多少都留给了洋洋阴影。小家伙现在看到很多血的时候都会晕。陆叔叔不会有事的呀。海玲在安慰着儿子，也在安慰着自己。洋洋紧紧地搂住了海玲的脖子，希望陆叔叔没事，不要像妈妈那样流很多很多的血。那医院里啊，守在急救室外面的人越来越多。海彤姐妹俩到医院的时候呢，战印也让保镖买了饭回来，让大家先吃点东西。陆太太吃不进去，就不管谁劝她，她都吃不下去。那拿起筷子的时候，她的泪就不停地掉落，滴落在饭盒上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，让她吃不下去。最终她放下了饭盒。还没有出来吗？海彤走到战印的身边，低声问道。抢救的时间越长，代表伤势越重，随时都有性命之忧。战印脸色沉凝，摇了摇头。哎，会没事的。海彤握住了丈夫的手，在心里替陆东明祈福啊。那陆太太看到海玲的时候，神色复杂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忽地拉住海玲的手，紧紧地拉着。海玲愣了一下，随即安慰着她。陆太太，陆总吉人自有天相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这陆太太含着泪不停地点头，只要儿子没事，儿子要追求海玲就追求吧，他不拦着了。相较于门当户对，他更希望儿子活着。那这个时候，急救室的门打开了，众人立即围上前去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医生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陆家父子几人同时问着医生。医生说道，伤者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他的伤势主要在双腿上，经过我们的抢救，他的双腿是保住了，但是后续需要很长时间来康复。那若是恢复不好，这辈子只能坐轮椅。陆东明主要伤在双腿，以及失血过多，才有性命之忧。那现在人是抢救回来了，那双腿的后续康复才是最难的。有可能因此残了，一辈子都需要坐轮椅。若是伤者意志坚定，心态好，能坚持做康复，还是有很大希望恢复正常的，就是康复的时间极其漫长。很多人遭此横祸，心态崩了，自暴自弃，就很难康复如常。陆太太的身子晃了晃，她的2个儿媳妇连忙搀扶着她。妈，2个儿媳妇担忧地叫着。东明没有生命危险了，就是好的开始，慢慢会康复的。陆太太悔恨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悔恨的道：都是我害了东明呀！为什么出车祸的人不是我？我宁愿出车祸的人是我呀！要是小儿子残了，陆太太都不敢去想后果。妈，东明会好的，医生都说了能康复。陆大少爷也安慰着母亲。陆先生脸色沉凝，对儿子儿媳妇说道：扶你们回去休息。东明这里有我守着呢。我不走，我要等着东明出来，我要照顾东明。那陆太太拒绝离开。儿子的手术是结束了，但人还没有推出来，她不放心。儿子遭此横祸都是她这个当妈的过于偏激害的，叫他如何能离开？陆太太自责的话听在众人的耳里。战印等人很想问清楚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看着陆家人难过的样子，战印等人暂时忍着。等到陆东明被医生护士推出来，转入病房后，战印和苏南才向陆先生询问原因。这陆先生看着坐在病床前直掉泪的老妻，叹了口气后，
轻声对战印和苏南说道：“我们到外面去说。”转身时看到海玲抱着儿子和海童一起进来，陆先生顿了顿后，用着请求的语气对海玲说道：“海小姐，你能在这里等到东明醒来吗？”他觉得儿子醒来看到海玲，心情会好一点。海玲温声说道：“陆伯伯，我会的。”陆先生向他道谢。海玲忙道：“陆伯伯不用道谢，我和陆总也是朋友啊。”陆先生看着海玲片刻后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走出了病房。战印和苏南跟着出来，看到陆先生走到了走廊的尽头，已经掏出了一根烟，点燃了香烟在抽着。见两个人过来，陆先生分别递给他们各一根烟。两个人接了烟，但是没有抽。海童不喜欢烟草味，战印就算会抽烟，因为老婆不喜欢，他已经很少抽烟了。那苏南则是考虑到老婆怀孕了，他不想抽烟。陆伯伯，当时是怎么回事呀？就伯母怎么说是他害了东明？战印低沉地问着。苏南也看着陆先生，等着陆先生说出原委。是我们的错，东明昨天喝醉了酒，你们送他回家后，他妈打电话给他，他没接，又打给管家，才知道他喝醉了酒。今早他妈非要过去，我就陪着他一起过去。东明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来，看到我们在，话都没有说上两句，母子俩又吵起来。东明不想和他妈吵架了，起身就走。陆先生回忆着当时的情景，要是知道这样会导致儿子出车祸，他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把老七拖住。他也觉得是自己这个当爸的没有劝住老七，导致老七和小儿子的矛盾越来越激烈。东明他妈问他是不是又要去找海玲，不让东明出门。东明不理他妈，开着车就走。他妈气得半死，不管不顾自己开着车追赶东明，想拦着东明，不让东明去找海玲。我是跟着，也在劝着他妈不要再和东明斗气。东明都36岁了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做父母的没必要再管着他。东明向来是个独立的主，不喜欢被家族束缚的。我们越是反对他追求海玲，他越是跟我们对着干的。他妈妈听不进去啊。东明看到我们追赶着他，车速很快，不停地超越其他车辆，也是因为车速太快，才会追尾了一辆大货车。当时是在红绿灯的路口，红灯了，大货车减速停车。说到这里，陆先生自责的道：“都是我们的错，要不是我们的追赶，东明就不会开那么快，也不会因为刹车不及追尾了减速想停车的大货车。”战印和苏南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陆东明出门不一定就是去找海玲，但是陆太太绷得太紧，总觉得儿子出门就是去找海玲，所以追赶着儿子，想阻拦儿子去找海玲。那陆东明当时心里大概也是一肚子的火气吧。因为处于愤怒之中，开车时精神也不够集中，加上他昨天醉酒，今天才醒来，多少都有点不舒服，就出事了。半晌，战印安慰的道：“陆伯伯，东明会好起来的，只要能把命捡回来，其他的伤都会慢慢的治好。东明主要伤在双腿，医生说的话你们也听到了，他后续的康复需要很长时间。我就是担心东明醒来后，知道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坐轮椅，还要做康复才能恢复正常，他接受不了。别看他大大咧咧，好像万事都能看开一样，其实他是个很脆弱的人。以前他叛逆，导致他奶奶的病情加重离世，10几年了，他都还活在自责当中。他脸上的刀疤一天不除，他就一天走不出自责。现在又出了这样的祸事，我好怕他无法承受。陆先生担心的是儿子醒来后能不能接受双腿可能会残的事实。那就算能治好，也需要很长时间。你说我们做父母的何苦为难着儿子？那他喜欢谁，由着他去追求便是，拦着他做什么？他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才有一个喜欢的人，我们不支持他，
还拦着他，他心里恼火，牛脾气一上来。陆先生悔恨的道：现在说再多还有什么用？我的儿子出事了。苏南安慰的道：陆伯伯，东明虽然有脆弱的一面，却也很坚强的，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，他腿上的伤一定能好起来的。东明喜欢海玲姐的事，我觉得吧，感情的事由着他们自己处理，我们旁人最好不要插手，都是成年人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那还处理不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吗？陆先生看着战印，嘴皮子动了动，就想说什么的，却又说不出话来。战印沉默了片刻后，说道：我姐对东明确实是没有其他想法，不过她并不讨厌东明，是把东明当成朋友的。他们看出东明的感情后，也支持东明，只是海玲是真的不考虑再嫁，对陆东明也真的没有男女之情。加上陆太太阻拦的激烈，战印就想劝着东明放弃了，觉得就算海玲答应了东明的追求，后面也很难幸福的，因为有陆太太这个当婆婆的存在，一个是自己最好的哥们，一个是自己的大姨姐，战印也很难做，劝哥们放弃。哥们觉得他不够朋友，劝大姨姐接受吧，感觉像是把大姨姐推入了火坑。战印觉得自己当初和海彤的感情问题都没有大姨姐和陆东明的棘手。陆东明发现自己对海玲的感情是在海玲出事时，现在海玲已经康复，前后也就2-3个月的时间，那东明对海玲展开追求的时间就更短了。那结果是他都还没有感动海玲，就因为与母亲的矛盾导致出了车祸。那对于他和海玲的未来，那战印和苏南都不看好了，甚至觉得比以前更难。那陆东明受此伤，以他的性格，大概率是会远离海玲，两个人有可能是有缘无分，徒留一生遗憾。我们知道海玲并不爱东明，只是把东明当成朋友，也有你的原因，故而你们伯母才会死拦着东明，因为问题是出在东明身上，找海玲是没有用的。海玲不爱东明，是东明在追求海玲。那陆先生呢，又叹着气，小儿子是很优秀，就是脸上的刀疤吓人，很多女孩子都不敢和他来往，总觉得他是个暴力分子。偶有愿意尝试来往的，多是看中了陆东明的身份地位以及财富。于茵茵或许是最真实的吧，于家与陆家门当户对，于茵茵也不嫌弃东明脸上的刀疤吓人，可惜两个人有缘无分。那如今呢，于茵茵已经放弃了陆东明，只与陆东明做生意上的朋友。等东明康复了，他若是还要追求海玲，我和他妈妈绝对不会阻拦。只要孩子好好的活着，什么都可以接受。只有经历过了，才会明白人生除却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战印和苏南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然后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了。那陆东明是当天晚上清醒过来的，那他醒来时，首先看到的是病房里洁白的天花板，他想动一动，却感受到浑身疼痛，特别是来自双腿的疼痛，那是剧烈的钻心的痛，痛得他就冷汗直冒。东明，你醒了。陆东明动了动，守在床前的陆太太就发现了，她惊喜地站起来，对丈夫说道：东明醒了，快叫医生过来瞧瞧。东明，陆太太凑近前来，看着儿子苍白的脸，她的眼睛又红了。陆东明躺着不能动，他费力地看了一圈病房里的人，除了自己的家人，还有他的好友们。人群中还看到了海玲和洋洋，洋洋被海玲抱着，小家伙犯困了，脑袋趴在妈妈的肩膀上，想梦周公。陆太太的叫喊声吵到了小家伙吧，他睁开了眼睛，也抬起了头，扭头看向病床上的陆东明，一大一小的视线对上，洋洋挣扎着要下地。海玲放下他，那他走到病床前，对陆东明说道：陆叔叔，你会没事的，会好起来的，像我妈妈一样会好起来的。
陆叔叔虚弱地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医生护士过来看了看后，医生没有说其他的，只是建议不用太多人守在病房里，伤者需要好好的休息。现在伤者已经清醒过来，大家可以先回去休息。哎，不必都挤在病房里，反而影响了伤者。最后只有陆东明的父母坚持留下来守着他，其他人关心过陆东明后，陆陆续续离开了医院。夜色渐深啊，就因为陆东明出车祸的事，人人的心情都格外沉重。海玲在妹妹的一再坚持下，带着儿子跟着妹妹夫妻俩回了山顶别墅。一路上，海彤默默地握着姐姐的手，姐妹俩谁也不说话，却又彼此明白对方的心意。隔天，陆氏集团老总出车祸的新闻在管城传开了。不知道是于季有本事啊，还是陆东明追求海玲早就已被于季获知。加上事发时陆太太夫妻俩在场，报道出来的新闻就带着点推测的意味啊，怀疑陆东明是和父母发生了矛盾，开车狂飙才会出了车祸。而让陆东明和父母闹矛盾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陆家并不赞成陆东明追求战大少爷的大姨姐。这一则新闻虽没有当初战印官宣已婚那么劲爆，却还是冲上了管城的热搜，很自然地把海玲卷了进来。海玲没有看新闻，她早早起来，想做点什么事，在妹妹家里，她却找不到事情来做。有佣人呢，她只能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。等到天色大亮后，看着儿子被阿七送去上课后，他跟管家说了一声后，就离开了山顶别墅，都没有等妹妹夫妻俩起床。海玲去了管城人民医院，就来到陆东明的病房前，他敲了敲门。很快陆先生前来开门，看到是海玲，见海玲还抱着一束花，提着一篮水果。陆先生呢，就连忙从海玲手里接过了那篮水果。海小姐，你来看东明的吧，快进来啊。陆先生现在面对着海玲，那是慈眉善目的，慈祥得很。海玲边走进病房边轻声问道：陆总醒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陆先生答道，他昨晚很晚才重新入睡。昨晚大家都离开后，陆东明向父母询问着自己的伤情，知道自己重伤在双腿，那这也是他醒来觉得双腿最痛的原因。虽说他的腿是保住了，但后续康复的时间却是极其漫长的，他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需要坐轮椅。如果他无法坚持做康复，可能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。后面的话不是陆太太夫妻说的，是陆东明嚷嚷着要见医生，从医生那里问到的实情。之后陆东明整个人就像蔫了一样，吓坏了陆先生夫妻俩。好在呢，陆东明没有吵没有闹，烟灼就被周公带走。那陆先生挺担心儿子再度醒来后又会大吵大闹。海玲在这个时候过来看望儿子，他是把海玲当成救星的，以儿子对海玲的喜欢，醒来看到海玲在，儿子的心情都会好一点。